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热乎的爱情故事，是我亲自牵线搭桥的一对有情人。这可是一位上海姑娘远嫁台湾的故事。故事的女主叫林小月，是上海人，今年27岁，那叫一个漂亮啊，眼大鼻挺，皮肤白里透红，在药企做销售代表，家里条件不错，父母靠着改革开放赚了点钱，也是地道的上海土著。男主角叫陈志远，台湾人，是个外科医生，家庭条件属于台湾的中产，年轻有为，性格特别温和，对人体贴入微。我是怎么认识他们俩的呢？这还得从3年前说起。当时小月的妈妈特别着急给女儿找对象，非说女孩子过了25岁就是大龄剩女，可不得赶紧找个好人家嫁了。小月呢，因为工作忙，也不愿意去相亲，妈妈就托人找到了我。丽姐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家小月啊！小月妈妈拉着我的手说，我们家就这一个宝贝女儿，我就希望她能找个上海本地的男孩子，不求大富大贵，但一定要靠谱，能照顾人的。我当时就答应了，毕竟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嘛。我见到小月第一面就被她的气质惊艳到了，不是那种妖艳的美，是一种知性优雅的感觉，说话条理清晰，举止得体。不过呢，她告诉我，她真的不着急，希望能遇到真心喜欢的人。丽姐，我妈非让我相亲，我其实挺抵触的。小月笑着对我说，我就想找个真心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的人，不管是哪里人。我当时就记下了他这句话，没想到后来真成了伏笔，缘分这东西真是妙不可言。就在我给小月介绍了好几个上海男生都不成的时候，我参加了一个医药行业的交流会，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陈志远医生。陈医生当时是代表台湾某医院来交流学习的，为人谦和，医术精湛，长得也挺帅气，就是有点内向。聊天中，他提到自己已经35岁了，经历过几段感情，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能走到结婚那步。丽姐，我其实挺想找个真心相爱的人，但现在台湾的女孩子都很独立，很多不愿意结婚。陈医生无奈地说，我心里顿时一亮，这不正好跟小月配吗？但我也知道，跨海相亲不容易，特别是大陆姑娘嫁到台湾，很多人会有顾虑。不过既然是红娘，我就要试一试啊。于是我安排他们偶遇了。说是偶遇，其实是我精心安排的。我邀请小月参加一个医药交流晚宴，正好陈医生也在，两人一见如故，聊得特别投机。后来小月告诉我，她被陈医生的儒雅和内敛深深吸引，而陈医生则对小月的聪明和开朗印象深刻，但好事多磨啊。两人刚开始接触，双方父母就都极力反对。小月父母的理由很简单，女儿嫁那么远，谁照顾啊？台湾和大陆还是有差异的，怕女儿受委屈。而陈医生的父母则担心，现在很多大陆女孩子嫁过来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会不会骗我儿子感情啊？小月自己也有担忧。丽姐，我真的很喜欢陈医生，但我从来没去过台湾，对那边的生活完全不了解。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会不会差别太大？他会不会只是玩玩而已？我那时候就安慰他，感情这事儿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真心相爱，文化差异可以慢慢磨合，只要彼此尊重理解，没什么过不去的坎。陈医生这个人我看人品不错，不像是玩弄感情的人。陈医生对小月是真心的，他频繁往返于台湾和上海之间，每个月都会抽时间过来看小月。他的体贴和关心逐渐打消了小月的顾虑，两个人交往了1年多，感情越来越稳定。小月在做药品销售代表的工作中，也看到了大陆医疗行业的一些问题。她经常跟我抱怨，丽姐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医药代表想要推销产品有多难，很多同行为了完成业绩，不惜用美色去诱惑那些医生。她给我讲了一个亲眼所见的例子，有个女代表长得特别漂亮，为了让一个科室主任用她的药，天天送早餐，甚至主动约人家吃饭喝酒，暗示可以发生关系。最后那个主任果然帮她开了一大批药，她1个月就完成了半年的业绩指标。小月很痛心，我不愿意这样做，所以业绩一直不突出。可是我觉得医疗行业应该是神圣的，不该掺杂这些东西，病人吃的是药，关系到生命安全啊。陈医生听了他的抱怨后，
给他讲了台湾医院的情况，说那边的医患关系相对和谐，医药代表也主要靠产品质量和专业知识来推销，很少有这种情况。小月听了很向往。就这样，经过2年的异地恋，他们决定结婚了。小月决定嫁到台湾去，这个决定可把她父母吓坏了。你疯了吗？嫁那么远，台湾那么落后，你习惯得了吗？小月妈妈激动地说。谁说台湾落后了？人家有台积电、联发科这些世界级企业好吗？小月据理力争，那你一个人在那边，生病了怎么办？不适应了怎么办？陈医生本来就是医生啊，再说了，台湾的医疗制度听说挺好的。就这样，小月力排众议，决定远嫁台湾。陈医生也不断地向自己的父母证明，小月不是冲着钱来的，而是真心爱他的。终于，在我这个红娘的不断撮合下，两家人见了面。说实话，第一次见面挺尴尬的。小月爸妈一直板着脸，陈医生父母虽然表面客气，但眼神中透露着怀疑。不过幸好陈医生和小月表现得很恩爱，慢慢的两家人的气氛也缓和了不少。其实我也是担心孩子，小月妈妈最后对陈妈妈说，女儿嫁得那么远，我们没法照顾到。阿姨您放心，陈医生真诚地说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小月，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。陈医生的诚恳和体贴最终打动了小月的父母，他们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。婚礼定在台湾举行，小月的父母和亲朋好友都过去参加了。婚后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考验啊！小月刚到台湾时，确实面临了很多文化冲击和生活习惯的不适应。最让她震惊的是台湾的医疗体系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啊！小月第一次给我视频通话时，激动地说，我昨天去陈医生工作的医院参观，简直被震惊到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条件不好啊？我有点担心地问。恰恰，台湾的医院虽然没有大陆一些大医院那么气派，但是医患关系真的好太多了。医生和病人说话都很温和，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。护士对病人也特别有耐心，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，都很有爱心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没看到一个人塞红包的。小月继续分享着她的新发现，在大陆，我经常看到病人为了能得到更好的治疗，想方设法给医生送礼、塞红包，但在这里，医生就该做的事情就是治病，病人也不需要巴结医生。感觉整个医疗环境都更纯净了。他还告诉我，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丽姐，这边有一个叫健保卡的东西，相当于大陆的医保卡，但覆盖面更广。看病基本上自己只需要付很少的钱，不像在上海，虽然有医保，但自费比例还是挺高的，而且转诊制度很完善，不会出现大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况。小月还特别提到了台湾医院的人性化服务。有一次我陪一个老奶奶去看病，她行动不便，医院立刻就有志愿者推着轮椅过来帮忙，全程陪同。医生问诊的时候语速放得很慢，确保老人家能听清楚。检查完后，护士还主动帮老人家整理衣服，叮嘱用药注意事项，这种细节真的很暖心。听她这么说，我也替她高兴。那你现在在台湾适应的怎么样啊？找工作了吗？我正准备找工作呢，不过我想换个行业了。小月叹了口气，在大陆做医药代表，我看到了太多灰色地带。有些公司为了提高销量，不惜用各种手段公关医生，包括送钱送礼，甚至美女代表色诱。我有个同事就是这样，他明明不懂产品知识，就凭着漂亮的脸蛋和身材，哄得那些男医生团团转，销量比我们这些认真做产品介绍的高出好几倍。我当时就想，药品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健康，怎么能这样啊？小月情绪有些激动，但在台湾，陈医生说，医药代表主要靠专业知识取胜，医院和医生对行贿零容忍，即使有，也是小范围的，被发现就会受到严惩。这让我觉得，也许我可以在这边重新做回专业的医药代表。小月来台湾半年后，真的找到了一份台湾本地药企的工作。她说这份工作让她找回了职业尊严。丽姐，在这里我不需要靠讨好医生来推销药品，而是靠药品本身的质量和我的专业知识。每次和医生交流都是围绕药品的疗效和病人的需求，感觉特别有成就感。不仅是工作环境，小月对台湾的社会环境也很赞赏，这边的人做事很守规矩，
不管是排队还是过马路，都很自觉遵守秩序，而且特别有公德心，公共场所都很干净，很少看到有人乱扔垃圾。他还告诉我一个小故事，有一次我在超市不小心把一个玻璃瓶打碎了，吓得我不知所措。在大陆可能会被店员指责要赔钱，但这里的店员不但没有责怪我，还安慰我说没关系，小姐请小心玻璃碎片，我来处理。处理完后还问我有没有受伤，要不要帮忙包扎。这种细节真的让我很感动。小月生活在台湾久了，逐渐发现了更多大陆和台湾的差异。我之前一直以为台湾在经济上比大陆落后，但现在我发现，虽然台湾的 GDP 总量比不上大陆，但在很多方面还是很先进的。比如台积电在芯片制造领域全球领先，联发科在移动芯片方面也很有竞争力。而且小月继续说，这边的社会福利和人文关怀确实比大陆做得好，老人家有完善的养老体系，残疾人设施也很人性化。教育方面，孩子的课业压力没有大陆那么大，更注重培养兴趣和独立思考能力。随着在台湾生活时间的延长，小月也慢慢改变了自己的一些观念。丽姐，我发现自己以前真的生活在信息茧房里，我一直以为中国是宇宙强国，其他地方都不行。现在我才知道，每个地方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。井底之蛙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吧。小月和陈医生的生活也渐入佳境。陈医生不仅工作上是个好医生，在家里也是个十分体贴的老公。小月生病时，他会亲自照顾；小月想念家乡菜时，他会学着做；小月想家时，他会陪她视频或者安排探亲。这种点点滴滴的关心，让小月越来越确信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对的。丽姐，说实话，嫁到台湾是我人生中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。小月在结婚1周年时，兴奋地告诉我，我现在特别幸福，一点都不后悔当初的决定。我听了特别高兴，毕竟这也是我作为红娘的成就感所在啊。那你公公婆婆对你怎么样？相处的还好吗？我有些担心地问，毕竟两岸婚姻，婆媳关系更是重中之重。一开始是有些磨合期啦。小月坦言，刚来的时候，婆婆总担心我不适应台湾的生活，做饭都按大陆口味来迁就我。我觉得不好意思，就主动学习台湾菜，还跟婆婆学做他们家的拿手菜。慢慢的，婆婆发现我是真心想融入这个家，对我态度就越来越好了。现在婆婆简直把我当亲女儿一样疼。小月笑着说，上周我感冒了，婆婆炖了一整天的药膳给我喝，还一直念叨，小月啊，身体最重要，工作可以缓一缓。公公也很疼我，知道我喜欢吃水果，经常买各种当季水果回来。那你爸妈呢？他们还担心你吗？我继续问道。我爸妈来台湾住了1个月后，态度也转变了。小月说，他们看到我在这边生活得很好，陈志远对我也很体贴，慢慢就放心了。而且他们也被台湾的环境和人文素质所吸引。我爸说，台湾虽然小，但处处有序，生活节奏也没有上海那么快，更适合养老。小月还告诉我，他爸妈对台湾的医疗服务赞不绝口。我爸有高血压，在台湾检查时，医生不但细心询问病史，还耐心解释每项检查的目的和结果含义。临走还送了一本健康管理手册。我爸说，在上海的3甲医院，医生哪有这么多时间跟病人解释啊？基本都是看病如看流水线，3分钟搞定。最让小月感动的是，陈医生的同事和朋友们对他的接纳和帮助。刚来台湾时，我口音很重，有时候表达不清楚，但大家都很包容，从不嘲笑我，反而鼓励我多说多练。有几个护士长还特意教我一些台湾的俚语和说法，让我更快融入。最有意思的是文化差异带来的一些小插曲。小月笑着说，有一次我在医院说垃圾桶在哪里，护士们都愣了一下，后来才知道在台湾叫垃圾桶。还有一次我说我去上个厕所，他们都笑了，说台湾一般讲我去一下洗手间更礼貌。这些小差异其实很可爱，让我慢慢了解两地的文化细节。在工作上，小月也有了新的突破。她在台湾药企工作1年后，因为业绩出色，被提拔为区域经理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在这边做医药代表，完全不用担心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
我的业绩全靠产品实力和自己的专业能力，这种成就感是真实的，不掺水分的。而且台湾的职场文化也很人性化。小月继续说，加班不多，有弹性工作制，女性怀孕还有完善的产假和照顾机制。我有个同事生孩子后，公司允许她在家办公一段时间，慢慢过渡。在大陆，很多女性因为生育被变相裁员，哪有这么好的待遇啊？说到生育，我也好奇地问，你和陈医生有没有考虑要孩子啊？我们正在计划呢。小月兴奋地说，最近刚买了新房子，离医院和我公司都很近。台湾的教育压力没有大陆那么大，孩子可以有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，而且这边的产前产后护理特别完善，我完全不担心。小月还特意提到了台湾的教育系统，丽姐，这边的教育理念和大陆真的很不一样，不是一味追求分数，而是注重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。我有个同事的孩子，数学成绩一般，但对音乐特别有天赋，学校就鼓励他多参加音乐活动，现在已经能创作自己的曲子了。在大陆，可能就会被要求把更多时间放在提高数学成绩上。随着在台湾生活的深入，小月也有了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。以前在大陆，我总觉得赚钱、买房、买车是人生最重要的指标。来台湾后，我发现这边的人更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追求。虽然物质条件可能不如上海那么丰富，但大家的幸福感普遍很高。最让我触动的是台湾的环保意识。小月说，这边的垃圾分类执行得特别好，大家都自觉遵守，公共场所很少有垃圾，即使是偏远的小路也很干净。我现在也养成了随手分类、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的习惯。小月也向我坦言，她曾经有过文化认同的困惑。刚来的时候，我很在意自己是大陆人的身份，总怕别人看不起我。但渐渐的，我发现台湾人并不会因为我来自大陆就歧视我，反而很好奇我的经历和看法。现在我更喜欢用“我是中国人，来自上海，嫁到台湾”这样的方式介绍自己。丽姐，说真的，小月语气真诚地说，我现在特别感谢你当初的撮合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还在上海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，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。嫁到台湾让我打开了视野，改变了三观，我现在真的不想离开这里了。听她这么说，我心里也特别欣慰，这不就是我做红娘最大的成就感吗？看着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生活越来越美好，我这个红娘也与有荣焉。3年后，小月和陈医生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，小月的父母也经常来台湾小住，慢慢的，两家人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，亲如一家。小月在台湾的事业也越来越顺利，不仅在药企做到了高管，还利用自己熟悉两岸医药市场的优势，开始做两岸医疗器械的贸易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丽姐，谢谢你当初给我的鼓励和支持，每次视频，小月都不忘感谢我。如果不是你打破我父母的顾虑，我可能就错过陈志远了。现在想想，那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。是啊，爱情就是这样，需要勇气去跨越地域、文化的鸿沟。小月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勇敢地走出舒适区，打破信息茧房，或许会发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和更美好的人生。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。记住，姻缘天注定，但也需要我们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去把握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！